在佳能 G7X3 发布5年后的现在，它居然被炒出了高于发布时候定价50%的价格。Why？ 在使用这台相机近4年，并且也尝试了其他同类型的相机之后，我总结出了以下这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它的外观还有便携性，可以看到它的外观是这样子，银黑配色，非常的复古。它整个相机都非常的小巧轻便，很适合随身携带。它的重量就仅仅相当于一台 iPhone 15 Pro 加上2个 AirPods， 揣在兜里就能走，任何一个小包都可以很轻松的放下它。第二是它的拍摄性能，这台佳能 G7X3 呢，众所周知，它对于人的肤色的处理非常的漂亮，拍出来的人是会有一种白里透红的感觉，就感觉气色非常的好。当然，如果你使用其他的相机，后期对肤色进行调色的话，也可以达到白里透红的效果。但是直出效果就能让肤色如此漂亮的，目前我使用下来就只有它。佳能 G7X3 这一台呢，它的防抖性能相对于它的同类型的相机来说也是比较好的。即使是这样子单手举着不用任何的稳定器，在走路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稳定可看的画面，不会让你在拍完视频回家检查素材的时候被画面抖得头晕。它的拍摄焦段是从24到200毫米，最广的这个24端呢，就是我手比较短，然后我这样子单手举着的情况下，我可以保证我自己的脸是在画面1/3差不多，不会只留下一个大头。它的长焦呢，最长可以达到200，就我有时候会想要拍一些远处的画面作为空镜，让我的视频画面更加丰富一点，它就可以很好的帮我捕捉到那一些比较远的画面。这台相机用来拍照呢，也是非常的漂亮。我这里就直接给大家放一些我用这台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它的光圈还是蛮大的，是最大的有到1.8，就我拍东西的时候，可以让整个背景都变得比较的虚化，就比较有氛围。然后在功能和设置方面，它也是非常的优秀。首先是它是一台触屏操作的相机，你直接用手去点击这个屏幕，就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操作。它呢还有自带一个闪光灯，就是很方便你在夜间进行拍摄。而且打开闪光灯之后，在夜间环境下拍出来的照片，会有一种很复古的胶片感。然后是它有一个翻转屏，这个翻转屏呢是上下翻转的，不是左右翻转的。上下翻转的好处就是在录制一些对镜说话的片段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到你自己，而且眼睛不会斜视。像我现在这台相机是侧翻屏的，侧翻屏，然后如果我没有对着镜头的话是这样子，这样子是我看到侧翻屏里的我自己，然后这样子是我看镜头对着镜头说话，大家可以看出来区别。然后佳能这一台呢，上下翻转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往上看，就没有那么斜视的感觉，看起来就更加自然。即使我很往上看，也只会觉得说我眼睛有一点在瞪眼的感觉，不会觉得说我眼睛怎么老是飘去其他地方。这台相机的设置呢也很棒，第一是它的菜单栏非常的清晰简洁，而且这个菜单的位置是在一个蛮合理的，你在拍摄的时候可以轻松的去摸到的这么一个位置。它的菜单栏呢也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就很适合一些不太懂相机，就刚刚开始玩相机的朋友去理解清楚每一个具体的操作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设置。另外我觉得它很好用的就是它这里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独立的曝光波轮，比如说我现在在户外拍摄，一开始是晴天，我这里曝光加的就是0，但是过了一会儿，一朵乌云飘过来，把这个太阳给遮住了，光线就不够了嘛。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不按停止键，直接通过这样子用手指去拨一下这个波轮，就把这个曝光又调整回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它的位置也设置的合理，你这样子举着在拍摄的时候要拨一个波轮，它是不会影响你的整个拍摄的。有时候在户外拍摄，
光线非常的亮，就看不清屏幕嘛。你长按这一个 Info 键，它就可以让你的屏幕变得很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你不用的时候呢，再长按一下，它又回去了。这个设置真的很贴心。还有一点呢，就是 G7X3 这台相机，它这里会有一个比例参照，有这样子的构图辅助线，这个框框就可以帮你轻松构图，也很方便后期的裁切。拍完之后把它裁成16:9去发 TikTok 或者是 Instagram 都很方便，也能够保证说你在一开始拍摄构图的时候人就不会出框。还有相机可以跟手机直接进行蓝牙的连接，然后可以把相机上的照片直接传到手机上面，拍好之后当场就可以发社交媒体，而且也可以把手机当作是相机的一个蓝牙遥控器，把相机放在远的地方，然后用手机来遥控它进行拍摄，这样子就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拍照就不用求人，直接自己拿着手机远远的在那里点拍摄键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多媒体功能。这一台相机不要看它那么小哦，它是可以拍摄 4K 的视频，也可以拍摄升格，而且它可以外接麦克风，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麦克风的接口，就可以让它的收音更加的清晰。但这台相机其实它自己自带的这个收音，我觉得就已经很优秀了。相对于其他类似的卡片机来说呢，这一台相机可以让你的收音听起来是比较饱满，就不会那么单薄。现在来听我说话，现在来听我说话，来听我说话。所以我在使用这台相机的时候，几乎都是没有外接麦克风在使用的，就直接把它一台相机带走。最后呢，就是它的耐用性和续航。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台相机其实已经被我砸过很多次了，这个地方都有掉漆，然后相机翻转屏的这个地方也不能收回去，收得非常的好。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功能还是非常的完整完善，用起来就跟新的没差，非常的好用。而且它的镜头呢是不会说碰到一个有磁性的东西就开始自己伸缩，然后把电量耗尽。作为卡片机来说，这一台的电池续航能力算是非常强的。我一般带它出去玩一天呢，就是里面会装一块电池，然后再带一块备用电池。很多时候第二块电池都不会用到，就只是带着图个安心这样子。而且这一台相机呢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用 Type-C 的充电线来直接给相机充电的，这样就有时候可以应急使用。出去玩半天啊什么的话，其实都不用额外再带电池。如果它真的没电了的话，也可以用充电宝就给它应急充一下电。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总结的佳能 G7X3 它非常优秀过人的点。虽然很多看起来都是很小的点，但是在具体的使用上面，这一些小点组合起来就给人带来非常大的便利，这让这台相机变得与众不同，而且无可替代。好啦，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或者是对这一台相机有其他的看法的话，欢迎你在下面给我留言。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